红场阅兵前夜，习近平与普京的友谊大戏隆重登场，双方握手、签约、演说，看似一场精致的外交仪式，背后却暗藏权力重组的信号。更令人疑惑的是3个细节，竟让这场会晤变成了一场诡异的戏码。彭丽媛缺席，历史被颠覆，一台神秘的留声机引发无限猜测。观众朋友，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国际会晤，而是2大独裁者联手演出的战前宣誓。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杨正。5月8号上午，中共党魁习近平抵达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会晤。两人从宫殿两端沿着红毯步入会场，在镜头前刻意展现步伐稳健。有评论指出，这像是在驳斥外界对两人健康状况的猜测。普京当场称呼习近平为亲爱的朋友，而习近平则回敬以老朋友之名。两人发表讲话，共同签署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宣示双方的紧密联盟。普京强调，我们发展两国关系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针对任何人。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受短期利益的驱动。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加强友谊，扩大合作的意愿，是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基于战略互动的选择。习近平则在开场致辞中强调，当前面对国际上单边主义逆流和强权霸权行径，中国和俄罗斯将共同承担起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责任，共同弘扬正确二战历史观，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坚决维护中俄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平等、有序、多极化、包容的方向发展。这番话明确针对美国与西方世界，不点名，但语气强硬。这是习近平自任中共国家主席以来第11次造访俄罗斯，俄罗斯也是他出访次数最多的国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指出，中俄双方的会面会进行小范围会谈，随后两国代表将举行会谈，接着两国领导人将单独举行茶会和午餐会，这将是一场不同形式的长时间会谈，当然也包括1对1会谈。双方交换超过20份合作文件，涵盖战略安全、生物科技、数位经济、电影合作、检疫等多个领域。中方更送出定制的中式礼物，包括一台大型留声机与一张东方雕刻桌。但就在这场高规格互动的背后，有3个不寻常现象，让外界充满疑问。彭丽媛过去几乎在所有重要出访场合中现身，这次却完全缺席，是因为她卷入内部传言，健康亮红灯，还是如外界猜测，中南海内部出现政治异变？亦有观察者指出，也可能是因普京没有夫人，为了避免外交礼节不对等而选择不带夫人。但这样的安排显得刻意而不自然。习近平高度评价苏联在2战的贡献，但他刻意避谈一段关键历史。苏联与纳粹德国共同签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瓜分波兰，导致2战爆发。当习近平为俄罗斯站台，强调共同抗法西斯时，这样的失意令历史学者错愕，这是对历史的刻意重写，还是政治联盟下的互捧仪式？那台深色木质的留声机引起了舆论关注，
这到底只是外交纪念品，还是象征某种过往的荣光，还是另有深意？若留声机中藏有特别录音或象征文件，这将让此次会谈多出许多隐藏意义。CNN 援引欧洲政策分析中心资深研究员马图拉指出，有鉴于美国目前的对中政策，中方在许多方面都急需俄罗斯，包括贸易和能源资源。华府智库史汀生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孙运表示，习近平此行是向美国发出讯号，表明中俄关系牢不可破。英国卫报更指出，中俄联手的本质是中共试图利用普京对抗西方压力，让俄国成为地缘政治代理人，消耗西方注意力，争取战略空间。但报道也揭露，在习近平的全球大棋盘上，俄罗斯从未被视为平等伙伴，而是一个可租赁的资源库。连普京多次恳求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习近平都迟迟未松口。显然，中俄之间的联盟关系是不对等的。就在中俄秀恩爱的同一天，乌克兰国会批准与美国签署的矿产协议。条文虽未明言安全承诺，但实质上将乌美利益绑定，美国亦得以优先取得乌克兰矿产资源。乌克兰第一副总理斯维里登科在海外 X 平台发文说，乌克兰国会批准了历史性的乌美经济伙伴协议。这份文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依据，它是与关键战略伙伴互动新模式的基础。这背后是美国为削弱俄中联盟提前铺设战略围堵线的重大部署。这场红场会面表面看是和平联合声明，实则充满冲突讯号。中俄的全面协作到底是战略联盟还是权宜交易？彭丽媛的缺席，历史被涂改，奇异的礼物，每一件小事都可能是大风暴的前奏。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